8月12号，美国国防部紧急撇清，声称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没有用于袭击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空军基地，美军也不清楚该基地发生爆炸的原因。对此，有分析认为，打击机场的武器很可能是乌克兰国产的雷霆2弹道导弹。这款导弹在2010年开始研制，射程有400多公里，足够从敖德萨打到萨基基地。还有一种分析就是乌克兰自己也研制了一种，比较先进的这个，叫做短程的地地战术导弹，叫做雷霆2。实际上这个导弹啊，乌克兰原来在一些，这个对外的这种防务展览上展出过模型啊。那么从外形上看，实际上这个导弹外形非常像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啊，甚至于就几乎一模一样啊。所以普遍认为，如果乌克兰是用这种导弹打的话，那么无论从它的射程啊，无论从它的精度、毁伤威力，都是有可能造成当下这样的破坏的啊。欢迎回到军情直播间。自8月5号起，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区域多次遭到火箭弹等武器袭击，俄乌互相指控是对方发动的攻击。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发文称，指责俄罗斯袭击核电站是胡扯。请教一下石先生，您觉得黑手是谁呢？一旦火箭弹击中反应堆和核燃料储存库，将会引发怎样的核灾难？现在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频频的袭击，大概率呢还是乌方干的，因为呢这个核电站现在是俄方控制着，所以呢从各方面来看，俄方都不可能的去袭击核电站，因为呢对它没有任何好处。相反呢，如果是乌方呢进行袭击，那好处呢就很多啊。首先，它可以把外界的目光吸引过来，让大家呢再关注呢俄乌冲突嘛。这样一来的话，那西方呢就会进一步对乌克兰呢去进行的援助嘛。那第二个，通过频频的袭击，可以对俄方呢施加压力，也可以呢向外呢展示乌方的战斗力，乌方就可以提振自己的士气，就是呢自己有能力对付俄罗斯。所以从这些方面来分析大概率呢还是呢乌方干的。那么这样的袭击显然呢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呢核电站一旦呢受损最大的灾难就是核泄漏。核泄漏呢这个范围呢又是很广的，所以呢现在外界呢都是特别担忧啊。那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那现在呢就不断的呼吁不要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呢这块再搞事儿了。